玉芝，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，我终于可以成为你的新娘了。高洁，此刻我的心有多痛，你知道吗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 其实，我想借今晚的这次机会，向在座的各位，以及所有关心瑞华的亲朋好友们，宣布一项重要的事情。过会，别冲动。你放手！别拦着我！今天我一定要揭穿高洁的真面目。真面目什么意思？ 我想向瑞华董事会申请一项重要的人事任免。瑞华素金组总经理穆子云女士与瑞华总设计师高洁小姐 私下转让股权，危害公司利益。我向董事会申请免除二人职务，解除劳务关系。于芝，这么重要的场合。 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胡说？我到底有没有胡说，穆总？穆子云，你心里最清楚。你是高洁的表姨，你们私下勾结，损害公司商业利益。要我把证人拉出来吗？需要把证据一件一件拿出来吗？ 需要吗？我穆子云，在你们于家，在瑞华，尽心尽力。没想到我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原来你们于家人
根本就没有把我当做自己家人看。高洁，高洁，你看见了吗？这就是于家的男人，你还敢嫁？你还敢嫁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是你替我做的决定吗？你跟穆子云千辛万苦隐瞒的关系，还有你在我背后做的那些勾当，理由还不够充分吗？你总说我摸不透你，你总说你摸不透我。原来是我看不清你，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。这种时候就别演什么痴情的戏码了，戏已经演完了。我曾经的未婚妻。羞辱我跟瑞华的，觉得害羞是吗？觉得可怜是吗？我把你带到这儿来，已经给你脸了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还装不明白是吗？那我来告诉你，你亲爱的表姨跟樊斯勾结，已经撬到瑞华49%的股份了。樊斯还差2%就可以控股瑞华。你觉得你亲爱的表姨从哪儿抠这2%？啊？你的意思是，不可能啊！表姨说是要跟我借股权抵押还债，怎么可能会出卖瑞华呢？看来是他骗了我。不是这样的，玉池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。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从我知道你瞒着我你跟穆子云的关系开始，我这儿我的心早就已经死了。没有告诉你我和表姨的关系是我不对，但你和表姨势同水火，我该怎么跟你说？我发誓，我从来都没有背叛过你。好了，你别找理由了，你收起你那可怜楚楚那一套啊！背叛瑞华的人是你，辜负奶奶信任的人也是你，背叛你我之间感情的人
是。是，我曾经选择相信过你，就算所有证据摆在我面前，我还是选择相信你。可你呢？我给过你一次又一次的机会，一次又一次的机会，你每次都让我失望。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。如果没有你，我的将计就计也不会这么轻易的完成，穆子云也不会这么轻易的上钩。将计就计，玉芝，你早就怀疑我是吗？你明明心里早有定论，却一直隐忍不发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，就等着在婚礼上给我重重一击。我们的感情就不值得你多一丝一毫的信任吗？那我们的感情对你来说算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提感情二字？你当初选择肃静族，你就是为了穆子云，你编出各种理由来欺骗我的感情，让我去支持你。我去查过，调查穆子云跟外人勾结的证据，也是你出面阻挠。你利用我的感情让我信任你，你一次次的蒙蔽我，你一次次的欺骗我，你心里从头到底只有用我的感情去帮穆子云骗我们瑞华。你居然都是这么想我的？为什么你不能提前问问我，听听我解释？我提前问你，我提前问你，让你准备更完美的骗局来骗我吗？再说我有没有选择过相信？我有没有问过你，我们之间以后不要再有秘密？你怎么回答我的？原来我还爱你，才是我的真心。害怕面对都是我的错，你们都是聪明，就只有我才是傻子。才会带上假意，默默期待你识破这一副面具。你说我们的爱情就像是木树一样，枝繁叶茂，生根发芽。你来告诉我，生根发芽的到底是爱情，还是仇恨？到底是虚伪，还是信任？高姐，我真的越来越搞不懂你，我看不起你呀。你的设计跟你的人一样，只会让我觉得虚伪、恶心。才是我的真心，害怕面对曾经那些太过美好，只好躲避下去。原来我还爱你，才会带上假意，默默祈祷你抱住这背影，默默祈祷你抱住这背影。
雨之，混蛋！小杰做错了什么？你又这么当众羞辱他？说呀！小混蛋！高叔，你冷静一点，在这里打架对谁都没有好处。他当众悔婚，我是小杰的父亲，就不能替他出口气吗？高叔，你听我说。 今天是瑞华的庆典，慧慧也是瑞华的设计师。就算你不为瑞华考虑，你也该为慧慧着想，对不对？如果小杰出了什么事，我饶不了你。我问你。 你用我给你那2%的股权用来做什么？我要听实话。说不出口吗？于之说的都是真的。什么高利贷，什么心灰意冷，都是你自导自演的骗局。你千方百计的拿走我手上的2%，就是为了卖掉瑞华，是吗？ 没错，我要这2%的股权，就是要卖掉瑞华。这有什么不对吗？我在瑞华辛苦了这么多年，这是瑞华欠我的。那我呢？我被最信任的亲人欺骗，我又做错了什么？我不会亏待你。等我拿到了钱，不仅仅是你。 还有你妈妈，都能过上最好的生活，离开这个是非的地方，这难道不好吗？最好的生活？你明知道我有多爱于之，你还是选择欺骗我，让我签下字，彻底断了我和于之的感情。都是因为你，我欺骗了我最爱的人。我现在什么都没了。 我是骗了你，于直又何尝不是？我们两个有什么分别？他是你最爱的人，那你在他心里呢？他对你有没有那么一点点的爱？看看今天他对你做的，跟我有什么分别？于直，他明明早就知道我们俩的关系。 却一直不戳破，还在试探你，这就是他对你坦诚、真实的表态吗？他一路算计你，表面上却一点痕迹都不露，处心积虑的，又在订婚典礼这么大的场合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羞辱你，他这是什么居心？是我骗他才行。小杰。 你太善良了，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，好不好？他于直一直都在利用你来打击我，他究竟知道我们俩的关系有多久？他计划这一切，他都计划了多长时间？他是一个心机这么深沉的人。 你仔细的想想，难道你不觉得有那么点点的害怕吗？啊，小杰，你想想，他如果真的这么爱你的话，他会在今天……我求你别再说了！我告诉你，
今天利益摆在面前，于直他绝对会选择利益，你对他的爱情一文不值。他在事业和爱情选择了前者，那么表姨你呢？你又何尝不是放弃了我？小杰，杰，小杰，没能救了他吧？我外甥女简直是太天真了，把爱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到现在了还在替那个男人说话。也是我太大意，我差这么一点点我就赢了。我倒是觉得呀，这样也挺好的。你呀，还是赶紧和那个余光华把婚离了吧，这样的婚姻没什么可留恋的。婚我是一定要离的。不过我不会就这么走的，我穆子云是不会这么认输的。子云，你又想干什么？周维贤和余光华的股份都被我搞定了，加上我自己的2%，我们已经掌握了瑞华49%的股权，我还没有输。你还打算继续啊？当然了。我要把我失去的东西拿回来，输给于直，我可不甘心。现在离拿到瑞华的控股权就差这么一点点，一定有别的突破口。不是仓皇之中的相遇，出现在这生命里。我本可以不怕不惧任何的失去，爱小心翼翼，害怕表明不安的情绪，爱得之不易，太过美丽，总让人太执迷。我只想要安心，只想凝视彼此深邃的眼睛，因为是你在痛也用力抱紧。它叫做生命树，象征着希望。我们在这种境界还能看到这棵树，说明是吉祥的征兆。我一定会带你走出这黑夜。尝试过不再想任何关于你参与过往的回忆。第一万次告诫自己停止去爱你。你还保存着这片树叶啊？当然了，这是你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，我当然得好好珍藏了。刺痛每一根神经。是谁告诉我？高洁，你把表姨当作妈妈一样，把玉芷当作要托付一辈子的爱人，可他们是怎么对待你的？一个把亲情当筹码，一个把爱情当笑话。原来从头到尾困在剧中的只有你一个人。想要安心，只想在你怀里哪也不去，可世界太过拥挤，离开或许不得已。我只想要安心，只想凝视彼此深邃的眼睛，因为是你在痛也用力
你终于接电话了。平真，对不起啊，让你担心了。我的朋友不多，幸好还有你。你在哪儿啊？我去接你好不好？喂，不用了，我已经带着妈妈一起离开了。离开？你别冲动啊，高洁，阿姨病情刚有好转，你这么一闹不就白费了吗？小洁，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爸爸替你出气，好吗？你带着妈妈赶紧回来，爸爸求你了。喂，高洁。品真，告诉高海，以后都不用找我们了。再见。喂，高洁，哎，叔叔怎么办呀？妈妈，对不起，就让我自死这一回吧。痛快！今天是我回国以来最痛快的一天。原来我还真的担心你，没想到啊！我早就知道高洁的伪装啊，总有一天会被拆穿的。但是我没有想到是于直亲手揭穿的。这样也好，于直啊，以后再也不用上高洁的当了。这种拿感情当筹码的人，处处算计，怎么可能有好下场？哎，现在没了高洁的阻碍，你准备怎么接近于直啊？哎呀，我想了一下，之前是我姿态太高了，让于直觉得难以接近。这次啊，我换个方式，一定不会让他跑掉的。你呀，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，想要什么东西就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的乖女儿，这次妈妈一定支持你追求自己的幸福。干杯！干杯！替穆子云出局，究竟是你在帮我，还是我被你利用了？于直，于直，醒醒！已经做了的事儿，借酒消愁有什么用？对啊。我事情已经结束了，我应该高兴才对。你干什么？来，我应该高兴才对。来，我敬你。来，敬什么敬？敬什么敬？你神经病啊！下来，像什么样子？现在很难受是吧？你为什么做事要这么狠，还瞒着我不跟我商量？你有没有把我当哥？刚才我问你，如果我提前告诉你的话，你是会赞同还是阻止？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。瑞华不是你一个人的，我不会让你由着性子做事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拿着瑞华开玩笑。对不起。可这件事情不是我的感情吗？不是我感情的问题吗？高洁不是我爱的人吗？难道不应该我自己做决定吗？我就连上台的最后一刻，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，我会如何做选择。
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你做一切事情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，都不会考虑到别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。你赶紧醒醒酒，一会儿还要去肃清组去交接。谁爱要谁要，反正我不要。双妹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说肃清组谁爱要谁要，我不要。你不要，谁爱要谁要。你知道有多少人兢兢业业这么多年想得到的位置却没有得到？你轻轻松松就能拿到，还随随便便就扔了。你把瑞华当什么了？你把瑞华的未来看得到底有多重要？你的心够硬是吧？手段够狠是吧？你起来，坐好了，你给我打起精神来，马上去处理好眼前的局面，听到没有？我信应，我信应就不会对高姐再抱有任何幻想。哥，你知道吗？我到现在我都希望有一个人来告诉我，你错怪她了，高姐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，你错怪她了。可我一想到高姐跟穆子云，我就……别喝了，我能求求你，你别管我了吗？我们已经结束了，我已经帮你把穆子云赶走了。别管我了，好吗？给我。好，你想喝多少喝多少，我不管你。于志，连你声称的最爱，你都可以不动声色地撇过，冷血无情的羞辱。那我这个哥哥呢？是不是有一天，你也可以毫不留情地背弃我？到底什么情况？不知道。董事长的儿子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想不到啊，我们平时高高在上的穆总，也能有灰头土脸的时候，啊？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？叫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”。哼。我就知道我儿子不简单，一眼就识破了你的阴谋，揭穿了你的真面目，要不然瑞华差点就毁在你手上。对待你这种人，就应该当众狠狠一击。现在想来，真是痛快啊！我还得好好的谢谢你那个不一般的儿子呢。我在公司这么多年做牛做马，你呢把我当做提款机，时不常的还得陪你吵个架，打打闹闹的。是他帮了我解脱了，该痛快的人是我吧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嘴硬？也是。你说你辛辛苦苦经营了这么多年，到头来一切成空，心里有不满和怨恨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我呢，
也不是一个小气的人。要不这样，只要你肯低头向我认个错，看在夫妻一场的情分上，我可以让你走的时候体面点，怎么样？哼，面子，面子对我来说1文钱都不值。你跑到这儿来，撒泼打滚的，丢的是你们于家人的面子。不过，我倒要提醒你一句，除了我，你们于家没有人愿意替你擦屁股还债的。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要不然你也求求我，我没准儿还给你点零花钱。你手上的都是瑞华的机密，走的时候一张都不能带走。还有这些，我可告诉你，走的时候手脚干净点，别把不属于你的东西给带走。我在这监督着你，明白吗？收拾完东西赶紧滚！我会把离婚协议书寄给你的，到时候别忘了签字。小徐，哎，帮我把这个处理一下，全是垃圾。哦，好。各位，谢谢你们这几年来对我的照顾。应该的。我会离开一段时间，咱们后会有期。走走。坐。思念出没在夜深，总在无人的时分，嘲笑我是走不出过去的人。记忆就像一根针，藏在心底的最深，你不会知道当初的拥抱多伤人。当爱人变成爱过的人，当永恒不再属于我们，我只能苦笑硬撑，咬着牙不去承认，多爱你只能。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呢？我正在研制我的最新私房菜，你先别进来啊。需不需要我帮忙？那你帮我把头发扎起来吧，这么做饭老是掉。来。好香哦。好。谢谢。我给你看。那你慢慢做。快好了。回忆美得太残忍，你给的爱太逼真，教会我沉沦，再次离分多伤人。我终于把伤害你的人赶走了。当爱人变成爱过的人，可是我为什么高兴不起来啊？不再属于我们，我只能苦笑。
笑眼神，咬着牙不去承认，多爱你只能自己。又剩我一个人了。当爱人变成爱过的人，命中注定原来不是我。再也没有人像你一样照顾我了。为何相爱过的人，非要爱成陌生人，才能证明曾经爱多深？可以了，继续吧。哎，好。于总，你看一下这个可以吗？哎，于总，您看一下我这个设计怎么样？好，谢谢。这边，这个夜班太繁琐了，需要简化，可以。哦，好，谢谢于总。下面是钻石和祖母绿的分类和各自的特性。钻石共分为23个色级，用英文字母 D 到 Z 代表，其中 D 级为最高级。这些你们所有都要记住。还有钻石的净度又分为这几个。为什么要了解这些呢？我们在珠宝交易领域，你们必须要非常了解珠宝知识，才能够知己知彼，占据主导权。什么样子了？没什么样嘛，努力工作又没什么问题。又是一个通宵达旦，是不是啊？你最近就没有好好休息过？奶奶，我在整合呢亚太区近3年所有金饰设计流行的风向。老话说得好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我只有抢先一步，我才能抢占先机啊！我看啊，你要在抢占先机之前，你自己先要病倒。不会的，我自有分寸。你也知道你有什么分寸呢？啊？自从年周庆那个以来，半个月你就没有好好睡过觉，每天通宵达旦，你这是玩命啊！哎呀，我这么努力呢，是为了把我这3年荒废的时间都补回来。我知道，你拼命工作，是忘不掉高洁。可是，奶奶也很担心，希望你早点从那件事情里头走出来。奶奶，你说什么呢？其实啊，我早就没事了。我这么努力工作呢，就是因为这样工作才能证明我自己的存在价值啊。你自己想清楚了就好。但是我还是要命令你，今天回去睡觉，睡1天。好，遵命。高洁，给我倒杯水呗。知道你饿了，马上开饭。来。
还有多少话语没有道理可明？忘了从何时起，控制不了自己。过往的天地只剩下依稀，就好像这眼泪都流得太无力。难道没有预定，原因都已多余？还是我们忘了相遇多不容易？心渐渐远了，累了也模糊了，才是谁想要的结局？于是，我还爱你，才是我的真心。害怕面对曾经那些太过美好，只好躲避下去。原来我还爱你，才会带上假意，默默祈祷你识破这面具。高小姐，我们对设计师的基本功还是有比较高的要求，真的非常抱歉。高姐，思成，怎么会？好久不见。只要想找，总会找得到的。你是不是最近都没有休息好？看着有些憔悴。我还好。你呢？上次你说要开工作室，进行的怎么样了？吹过的牛呢，总算是没有落空。进展还算顺利。最近接了一个大单，这个是我的名片。我就知道你可以。你业务能力强，又善于管理，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老板。既然我是一个这么好的老板，为什么你一直都不找我来工作呢？我不能去。高姐，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。我知道这当中一定是有误会，而且我更不会在意行业里那些风言风语。你知道那些都伤不到我。你就当做是朋友来请你帮忙的，好不好？不，我帮不了你了。我现在已经无法做设计了。离开瑞华之后，我只要拿起画笔，我的手就一直颤抖，一笔都画不下去了。别担心，你就是因为太累了。设计师本来就是一个需要培养灵感的职业，状态时有时没有那都是正常的。也许是老天爷在惩罚我吧。我现在就跟废人差不多了。高姐，相信我，失去设计能力只是暂时的。你就是因为突然受到打击，身体产生的应激反应，千万不要因此放弃自己。成功不是终点，失败也并不是末日，最重要的是继续前进的勇气。坚持下去，好不好？而且你妈妈现在这个状态，你也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不是吗？
谢谢你的好意，思成。现在我妈妈也暂时找不到人来照顾，我还是要先安顿好她的事情再说吧。您在瑞华已经工作15年了。自从您担任销售总监以后，这苏金组的营业额突飞猛进。董事长也说了，瑞华能在市场上占据今天的地位，您功不可没。董事长过誉了，其实我也只不过是身在其位，做好自己的本职罢了。董事长呢，也是重感情的人，他把瑞华的工作人员当作家人一样看待，尤其是待得越久，感情越深。您这突然离职，我们心里也不舒服啊。其实，是我辜负了董事长的厚望。说实话，离开瑞华，我也非常的不舍。只不过现在苏金组的业务已经做到了顶峰，在这里我已经完全没有发挥的空间了。确实，苏金组因为大环境的影响，这些年发展确实有些停滞。不过呢，我接手苏金组以后，我会大胆的发展创新，所以我也就需要您这样的人才来帮我助力。而且苏金组正处于转型阶段，我对您十分信任，我也会放权给你。这对您来说既是机遇，也会是挑战。我很信任您，以后销售部的所有事宜都由您来抉择。小于总，我已经考虑好了，非常抱歉。你画的好好啊！阿姨画的也很好。这儿，你公司这么忙，怎么还有时间来看我们呀？古有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，今天就有思成三顾茅庐请高洁。我朋友呢找了一个老实靠谱的护工，可以过来照顾你妈妈，而且是熟人呢，也愿意给你一个友情价。这回是不是没有理由不去我那上班了？真的？好好想想啊，还有什么需要满足的？坐地起价的好机会，想好了，我还可以再雇一回。来，谢谢你啊，思成。应该的。看，阿姨画的真好。哎，这儿再添两笔。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。自从我接管苏金组以后，前前后后有9个人离职，经理级别有4人，总监级别有1人。你都找他们谈过了？我每一个都单独谈过了，但是没有一个人留下。人才流失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。这些我都理解，毕竟他们以前是穆子云的手下，现在我接管苏金组以后，他们对我有顾虑，想要离职，情有可原。我已经跟人事部都说过了，让他们对现有的资源进行整合，能提拔的提拔，提拔不上来的就重新来聘。其他部门倒是好说，
只是这个销售总监不太好找。你刚进素金组，有许多改革的方案，还有些新产品，需要销售总监去推广和沟通。对啊，现在想要找个好的总监，困难比较大。行，看看人事部门，他们的反馈意见怎么样？啊，不着急。规模呢，虽然是不如凡斯了，但是胜在自由。在我这儿，你可以任意的发挥你的才华，绝对不会受到限制。我哪有才华？你这根本就是扶贫救济。我这个可不是救济你，我现在是商人，暂时买不到你的设计，但是我能买到你脑子里这么多关于珠宝的知识呢。你知道现在请一个高级顾问要多少钱吗？在商言商，你对于我们工作室来说，那可是镇店之宝。你以为呢？千万不要小瞧自己。高洁，好久不见。啊，文文，我一会儿开会的时候会宣布，高洁正式加入咱们水之遥。你们两个也是老同事了，希望这次咱们可以共同努力，一起加油。一会儿你有时间的时候呢，带高洁参观一下咱们的工作室。啊，当然了，高洁，你来真的是太好了。你不知道当时你走了之后，我们大家有多想你呢。高洁，来，给你看样东西，这个。雷向东的帕拉伊巴设计招标，水之遥现在的重中之重。我已经让文文去搜集资料了。司总，我不仅收集了资料，而且我把之前所有我的作品都整理了一下，我想给雷总参考一下，您看看。好，好，不错，设计精巧、简约大方，而且配置也没有什么限制，非常好。可以把这个转交给雷总，正好可以让他自己挑选他想要的风格。好，谢谢老板。行，先去忙吧。啊，好。嗯，那我先去忙了啊。一会儿我得跟你详细的说一下这个项目现在非常大，如果我们能够抓住的话，对我们工作室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影响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我是来收集资料、写文案的。你以为我吃苍蝇啊？喜欢整天盯着臭鸡蛋看。那就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。我就看怎么了？我就要看你这样的坏人怎么起高楼，怎么楼塌人散。行，那你看吧，你就看我怎么起高楼，宴宾客吧。
当爱人变成爱过的人，当永恒不再属于我们，我只能苦笑硬撑，咬着牙不去承认，多爱你只能自己忍。当爱人变成爱过的人，命中注定原来不是我们。为何相爱过的人，非要爱成陌生人，才能证明曾经爱多深？高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我这段时间找不到你，我都急死了。我和你爸爸把全市疗养院都翻遍了。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我联系不到你，晚上都睡不好觉，看我都长黑眼圈了。谢谢你，品琛。有人惦记，感觉真好。你看看你，都瘦了，哪儿都没肉。不过呀，我觉得你这时候离开挺好的。你都不知道那个小于总跟没事人一样，还照常工作，典型的负心薄情。我觉得呀，你离开他就是因祸得福。没事儿，慢慢来吧。对于设计，我并不是没有灵感或者思路，只是一想到动手去画，不知道为什么整个手就不受控制，完全没办法呈现脑海中作品的模样。你的问题不是在手上，而是在内心。想要恢复，首先就是要鼓起勇气去面对它，剩下的就靠时间去慢慢解决吧。没事儿，不用着急。我知道心急没有用，但是一个设计师没法设计，怎么都说不过去吧。这样，你可以先跟我做点别的，比如从商务开始。商务？明天雷向东的招标，你跟我一块去面谈。我去不合适吧？非常合适。我负责谈商业，你负责谈专业。以你对古今中外珠宝的了解，一定会让雷总感受到咱们水之遥定制团队的专业性。二位稍等，雷总马上就到。谢谢。谢谢。司总，雷总，久仰大名，今天终于见面了。雷总您客气了。
好，请坐。司总，正好今天你来了，帮我鉴定一个我新收的祖母绿，极品。好，让我的同事帮您鉴定一下。司总，你这个同事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？这位是高杰，非常优秀的珠宝设计师。之前在凡斯的时候，我们就一块工过事。最近呢，刚刚加入我们水之遥。凡斯的设计师，我想起来了，咱们在东南亚分拣宝石中心见过面。我当时是解说员，我记得您。您是随团来参观的，眼光精准。夸奖。高小姐，你觉得我这块极品祖母绿成色怎么样？高品质的祖母绿现在越来越稀有，您这一颗无论是颜色或是切割后的尺寸都非常难得，但是。但是现在珠宝行业水太深，投资确实要慎之又慎，可能美丽的背后有巨大的风险，比如说，天然的祖母绿几乎是不可能通体无瑕、毫无杂质的状态。稍等我一下。高阶设计师，我非常欣赏你说出真话的勇气。就冲这一点，我决定跟你们水之遥合作。这个雷向东，刚碰面就拿假祖母绿来试探我，看来他不仅心眼多，要求也一定不少。让你们看一件真正的极品，6克拉的帕拉伊帕。帕拉伊巴本来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碧玺，这颗晶体干净，电光蓝色耀眼，非常的稀有。我要把它设计成一件作品，拿到国外参展拿大奖。我呀是一个做珠宝生意起家的商人，一直有个情节，要让中国的珠宝设计名扬海外。现在在外面啊，只要一说起珠宝来，就总在说外国的多好多好，我们的眼光多么的停滞不前，
我就想用它来证明，我们中国的珠宝设计一点不比外国的差。您说的太好了，雷总。这儿有一些我们工作室之前做了一些作品，您可以先看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风格。很一般呀，跟市面上那个珠宝店那些珠宝设计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我想要的是那种璀璨夺目、浓烈张扬的，高贵又有距离感，可以高贵又有距离感。对，高贵又有距离感。我要让那些看惯珠宝展的人一眼惊艳，过目不忘，让国外的人都知道中国有多棒的珠宝设计。那这样，这件作品的设计就由高洁小姐主抓，司总，你来把关。谢谢雷总。谢谢雷总。行，那我们回去就着手准备设计书稿。那我期待着二位早日帮我完成心愿。一定。一定。谢了。我一定会尽力的。你觉得雷总真的会喜欢刚才他说的那种风格吗？不好说，有时候甲方的意图可能连他们自己都很难准确地描述出来。刚才那个祖母绿，我还担心我说出事实他会不高兴呢。没想到，原来他是在试探我们，还好我们没有中招。不过就算不是试探，咱们也还是应该说出来，毕竟这个是咱们的职业原则。还有多少话语没有道理可明？忘了从何时起控制不了自己，过往的天地只剩下依稀，就好像这眼泪都流得太无力。难道没有余地，原因都已多余？没事。还是我们忘了相遇多不容易？心渐渐远了，累了也模糊了，才是谁想要的结局？原来我还爱你，才是我的真心。害怕面对曾经那些太过美好，只好躲避下去。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是我做的每一件事都跟你有关。你做的那些事情能让人产生好的联想。高洁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别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啊！你别想再假装偶遇。麻烦你不要那么自恋，我没有兴趣探听你的行踪，我来只是为了自己的事。至于其他的，随便你怎么想。还有凡斯的司长，你居然又跟他在一起，还是说你们就是同谋啊？你对我有偏见，麻烦你不要拉上其他人。怎么被我说中了？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一切，我只不过是你的目标之一。说完了吗？我还以为你懒得跟我说任何一个字。说的没错。好，那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瓜葛，我可以走了。原来我还爱你，才是我的真心。害怕面对曾经那些太过美好，只好躲避下去。原来我还爱你，才会带上假意，默默期待你识破真
啊，刚刚碰上了个人，耽误了一会儿。没关系，我跟高小姐聊得正投机，坐吧。雷总见多识广，跟雷总聊天总能学到不少知识。哎，见多识广说不上，知道的杂，谈谈皮毛还可以，再往深了谈我就不懂了。哎，在我们公司你还有别的熟人啊？是凡斯的思成。哎，他也是来参加珠宝研究所的吗？他已经离开凡斯，自己做设计师了。他这次来是参加我那个特拉18的设计招标的。啊，帕拉18在雷总的众多收藏品中确实算顶尖货了。我们瑞华也很看重雷总在彩色宝石方面积累的渠道资源。我希望这次借助珠宝研究所的契机，我们可以展开更深度的合作。我对瑞华的品牌一直非常信任，再加上有高小姐这样出手不凡的设计师，我现在就可以拍板跟你们合作。剩下的就是谈谈细节的问题了吧。听起来好像是想要艺术装饰风格，那种20世纪20到30年代风格的设计，我觉得挺容易的，给我3天时间就好了。简单的按这个路线确实是能够拿到合约，但是后续能不能达到雷总想要的，让国际大师也一眼惊艳的效果，能不能完成雷总的梦想，那就很难说了。司总，我觉得我们眼前首先要把这个合约签下来。这单如果不签的话，什么梦想不梦想的，我们就是在这空谈啊。雷总这个人，跟他交谈的时候，看上去感觉很有把握，但其实我觉得他内心还有纠结，很有可能只是为了追随当今西方主流市场的眼光，才选择了这样的方向。高姐，人家雷总是个经验丰富的行家。你才有多少资历啊？见过一面就随随便便的猜别人的想法？我没有，我只是就事论事，分析怎样才能更有把握取胜。要在展会上胜出，绝对不是简单的模仿西方路线这么容易。我通过跟雷总的交流，我觉得他想要的可能不是欧式雍容华贵那种东西。高姐，你跟我想的是不是也是一样的？奶奶，你找我。哥，你也在。玉芝啊，肃静组的招聘怎么样了？其他的人员配备差不多都齐了，只差销售总监。在我的预料之中。现在好了，有一个合适的人选。是吗？谁啊？你要感谢于毅。镶嵌组的马总监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要借调给我的话，那你们镶嵌组的销售怎么办？我仔细观察过雷总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有偏好。从他的着装、配饰，还有办公室陈设来看，都是统一的中国风。还有他戴那个扳指，还有他那些行为举止，是不是？这样的人却提出了一堆欧洲贵族奢华、绚丽吸睛的要求。应该只是出于想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的愿景，而不是出于真爱吧。现在跟上国际潮流就是大趋势啊！国内哪一家品牌不是这样做的呢？跟外国人做的一样好，这不好吗？这不对吗？难道你们是想要转头现在做一些小众的中国风啊？中国风现在已经不能用小众来形容了。抛开雷总的喜好不谈，光谈参展。以往中国风在国际上也是很抢人眼球的，尤其是这2年特别走俏。对，上次安东尼奥大师对中国风表现出很浓厚的兴趣。好，这个问题我们不用再探讨，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。剩下就是仔细想一想这些设计的细节问题，你来表述，我来动。司总，雷总人家的要求明。雷总的表述是雷总的表述。有时候未必要按照客户的要求做出来的才是最好的，因为客户永远都不会像设计师那样更了解珠宝设计。有时候他们的表达未必能够100%表达他们的内心。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？
我们要做的就是帮他们找到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做的绝对不是保险的设计，而是直击客户灵魂的设计。你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够战胜所有的同行，赢得比赛，赢得雷总的心。好了，文文，你先去忙吧，我跟高杰再探讨一下。明明我才是帮雷向东设计的那个人，凭什么高姐一来就抢了我的活儿？相见组的业绩，奶奶现在心里最清楚，也最放心。奶奶现在最担心的，倒是你们素晶组那边。奶奶，是这样，我们两个组的产品类型是完全不同的，而且我们组又在转型阶段。这个马总监到了我们组，就相当于从零开始。我想知道他本人的意愿是什么。这你不用担心，都是瑞华的员工，流程都清清楚楚的。素晶组有需要，我这边有人，当然义不容辞了。再说了，马总监在相镜组积累了不少的年轻消费群体的客户资源，不正好符合你们素晶组目标人群的新定位吗？可是，于志啊，你在担心什么？于志是不相信马总监呢，还是不相信我啊？都是为了瑞华公司，兄弟俩有什么相信不相信的？素清组人才流失，是在我意料当中的，不能全怪你。于毅把马总监调到你那儿去，帮你解决燃眉之急，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儿吗？要懂得感恩。好，那就谢谢吧。不客气。何总监辛苦了。客气了。其实我是一个要离职的人，这事儿无非就是给您一个顺水人情。不过你弟弟在拼事业这个劲头，可是一点也不输给当年的穆子远。于总，你要当心了。谢谢提醒。你们这效率太让我欣赏了。您是我们最重要的客户，而且这次的设计我们俩可以说是一拍即合，我保证出来的成品完全符合您的期望。是吗？嗯，拿来我看看。这个设计叫做时光之轮，运用了中式美学，呈现禅意质朴的风格。中式美学。嗯。我们上次谈的应该是华丽的西式珠宝设计风格，我没记错吧？嗯，没错。那司先生、高小姐，我想请问，什么叫做定制？我能不能这么理解？你们二位根本就没有搞清楚我们上次谈的设计方向。那么对于这种完全违背了客户意愿的设计，我就不看了，浪费我的感情和时间。你看我画的，画得越来越好了，真棒！那你要一直陪着我画。我一定一直陪着你，我保证。拉钩。来吃点水果啊。晶晶，这段时间麻烦你照顾他了，有任何需要你随时告诉我。您客气了，没啥需要的。高小姐平时准备的很细心的。啊，是这样，小杰跟我这个当父亲的有一点小误会。我来看的这件事，能不能暂时对小杰保密？
既然您这么说，就听你的吧。谢谢秦姐。您真的是喜欢欧式宫廷华丽贵族吗？虽然这些都是国际大赛上获奖作品的贡献，但真的是您真实喜欢的风格吗？司总，那你的意思，你比我自己还了解我想要什么？雷总，我们是认真做过功课的。雷总，请让我占用您1分钟的时间，向你解释一下我们的设计。整个设计的外形，如同永不停歇的滚滚车轮，边缘部位运用了江南园林的窗棂格图案，您一定很熟悉。在您的故乡，有很多漂亮的古建筑。确实对我做了很多功课。确实，所谓定制，就是从顾客的真情实感出发，做出最适合的作品。看看您办公室的陈设，而且您这么多年在外面打拼，还不忘给家乡做慈善事业，可见您对故乡的感情之深厚。那我这颗帕拉伊巴，它的设计理念是什么？窗棂格代表心灵之窗的话，那这一颗纯洁无瑕的帕拉伊巴就是看向远方的慧眼，正暗含了雷总希望看到中国设计能走出国门的心愿。同样的，我们也希望能让海外评委感受到中国的古典元素。这就是我想要的设计。不过，拿这种纯中国风的这种设计风格到国外去展览，雷总，您请放心，这2年中国文化在国际市场上非常走强，我相信他们会欣赏，甚至是惊艳于中式的意境。这也是这款设计为什么叫时光之轮的原因。时代在前进，但并不代表传统美学会过时。这也只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激荡经典，焕发新生。我确实有弘扬中国文化的意愿。既然你们2位这么有信心，我这次就跟你们赌了。设计方案就定这个，你们抓紧时间完成作品。谢谢雷总。谢谢雷总。我为我刚才的不礼貌向你们道歉。是我们之前没有讲清楚。您放心，一定让你满意。我期待。司总，这是综合您上次提出的中国风，我做出的一个新的方案，套用了一句古诗词的意象：“云中谁寄锦书来？”您看一下。不错，设计还挺精巧的。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系列再生发一下，作为咱们公司的特色作品。啊，司总，我想你应该搞错了，我这个设计是专门为雷总的帕拉伊巴设计的。文文，雷总的设计已经让高杰在做了。为什么？之前这个案子不是交给我的吗？而且前期所有的资料都是我来收集的。文文，这个项目呢，你一直很上心也很努力，这个我都看在眼里。但是公司的设计是大家的，谁的合适我们就用谁的。而且刚好是高杰的设计打动了雷总，那能怎么办？我觉得你不需要有心理负担，你也很优秀。以后的机会多的是。他的设计，一个连简单的初稿都画不出来的人，你说是他的设计？而您在干嘛，老板？您在为他画图啊？文文，设计最重要的是构思，
我不过是把高洁的构思呈现出来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很有潜力的设计师，不应该对设计的认知这么肤浅吧？好，我肤浅。您是老板，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们这个胸针镶嵌啊，我们比较倾向于它的钻比较大和钻比较薄，然后呢，佩戴比较方便。我以前工作的地方有一个老师傅，他姓郑，技艺精湛。他做那种镂空的镶嵌，找的每一个角度都非常的刁钻，而且出来的成品都非常的轻盈。要是他在的话就好了，可能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建议。哎，那我想问一下，那我们是否可以请教他呢？我们还是等向雷总汇报完工作情况之后再说吧。来，好，好，来，雷总来了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瑞华的小于总，别看年轻，本事不小。啊，这位是水之遥设计室的设计师高洁小姐，哎，他们这次的中国风设计啊，非常的出色，我能不能拿奖就靠他们了。啊，把设计图给小于总看看。好，于总。来，坐。哎。很秀美啊，还是中国风。这是定稿了吗？啊，已经开始打版了。雷总，我出去打个电话，一会儿来向您汇报工作情况。好，你忙你的。雷总，你之前不是要雍容华贵吗？啊，原来是想要雍容华贵的，但最终还是他们说服了我，让我不要依附于别人的眼光，忠实自己。还是这么能言善辩啊！最主要的是他们的设计打动了我。你好，你好，你是何文文？对，高慧小姐，您和吴老师来凡斯参观的时候，我们是有见过的。找我什么事儿？说吧。你好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一杯美式。我想加入瑞华。想跳槽？给人事投简历吧，合适的话他们会来找你。高小姐，你不用这么看不上我。我要是没有足够的价值，不会不自量力的来找你的。让我加入瑞华，我们会成为盟友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——高洁。你怎么知道我和高洁的关系不好？瑞华之夜的时候，高洁抢在你前面展示了自己的珠宝，他想赢得安东尼奥大师的青睐。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只有他能做得出来。
你对高洁还挺关注的。那个高洁在凡斯的时候就不是什么好货色，在背后说别人坏话，搞得我在凡斯左右不是人。现在呢，他不仅抢了我的客户，还偷了我的设计稿。其实我是被逼无奈才来找你的，因为我知道，只有你和我，才知道高洁是什么样的人，而其他人，包括思成，都被他那可怜的外表所蒙蔽了。具体说来听听。是这样的，水之遥想争取一份雷向东的设计订单，我已经按照雷总所有的要求设计了一份，结果半路高洁加入了水之遥，直接上位。他不仅抢了我所有的功劳，还想一脚把我踢出局。一个设计师连最基本的羞耻心都没有。他会做这样的事情，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现在就是一个完全丧失了设计能力的废人，他连一个流畅性的弧线他都画不出来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我不想跟你有交集，但我也没有必要刻意躲着你啊。我们大家装作彼此不认识就好了。装作不认识，要怎么装啊？我演技没有你那么好啊，要不你教教我？以前的事情再翻出来还有意义吗？既然你已经认定是我骗你的感情，那就把我们两个之间的一切通通抹掉就好了。纠缠不清可不是你的风格，更何况，你不是最擅长有第二计划吗？任何风险都有备手，包括对感情有保留，不是吗？明明是你犯了错，搞得好像你站在道德制高点似的。你说我对感情有第二计划，那你呢？你有把我当做第一选择吗？哪怕就一次。玉芝，我麻烦你收敛一点。晚上一起吃饭，顺便聊聊这个珠宝研究所的事儿。哎，今天晚上就算了吧，我还有别的约。雷总，我们成品有点问题，打算回去商量一下，要不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？哎，正好我刚刚约了于总吃饭，咱们一起吧。
商量什么时候不能商量啊？吃个饭，放松放松，啊？要不去吧？岳总，你看看人司总多给我面子，你什么约会那么重要啊？啊？约了上次那高小姐是吧？约她一起吃，都是同行，认识认识，今后还有合作的机会呢。好，那我就把高小姐也叫过来。正好这2天心里挺闹腾的，热闹热闹。走吧。走吧。来。几位都是设计界的翘楚，今天大家相聚，就算认识了，以后一定要多多合作。我敬大家。哎，我先干为敬。哎，来，开动，开动。你们吃，我接个电话。什么事儿这么急啊？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抱歉啊，各位。有件特别重要的事儿，一定得我去处理。我今天就没法陪大家，你们别客气，想吃什么就点，啊！我先失陪。哎呀，今天唱的是哪一出大戏啊？什么人都能坐到一起吃饭，勇气可嘉呀！玉芝，我减肥，晚上不吃肉的，你帮我吃了吧。高姐，多吃一点。不用讲了。既然他不自量力的选择离开了我，那我还让他留在我身边干啥？他的珍贵总有人能懂。他离开你，可能是因为你不懂得珍惜。碍眼的人总算走了。玉芝，你多吃点。要不要陪你去吃点东西啊？哎，那这顿饭又当减肥了，你可要好好保重身体，不然的话，我担心你可扛不起我水之遥的大旗哦。水之遥的大旗可是你该扛的呀。你这么有能力啊，等过2、3年，我就可以当个甩手掌柜的了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的设计能力还没有恢复，再好的灵感，不能亲手画出来，
又怎么能称得上是设计师呢？你不要把希望都压在我身上了。何文文也很优秀。何文文，她已经去瑞华了。什么？是不是因为我让她不高兴了？人各有志嘛，毕竟瑞华这么大的公司，她想去也是正常的，别多想了。啊，对了，刚才你真的没事吗？反正事情都这样了，上天已经惩罚了我，收回了我的才能。我也不想卷入其中，再去追究谁利用了谁。接下来，我只想好好照顾妈妈，从头开始过新的生活。